永远不能低估地球界的每一种生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近日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多个国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猴痘病例，并预计还会有更多病例出现。不过，一些卫生专家认为，猴痘病毒可能并不会形成像新冠一样的感染浪潮，但仍需严肃对待。就在人们深受新冠荼毒应接不暇的时候，新的病毒又开始悄然兴起，真可谓新冠未平，猴痘又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病毒的基本信息。猴痘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罕见传染病，主要在非洲啮齿类动物中传播。它是一种有包膜的双链 DNA 病毒，属于痘病毒科的正痘病毒属。猴痘偶尔也会感染灵长类，其早期症状为发烧、头疼、肌肉疼痛、淋巴结肿大和感觉疲倦，随后会出现皮疹，形成水泡并结痂，潜伏期约为10天，症状有点类似水痘，其持续时间通常为2至4周。猴痘是人畜共通传染病，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很少见，主要是透过呼吸道飞沫和体液来传播。猴痘与天花病毒同属正痘病毒，曾经接种天花疫苗者的猴痘2次发病率显著降低。预防猴痘最好的方法是避免与带病动物接触。1958年，一群从新加坡进口到丹麦的实验室里圈养的食蟹猴爆发水泡病，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猴痘病毒。但猴痘的自然宿主不是猴子，而是暂未鉴定清楚的各种非洲啮齿类动物。猴痘的第一例人类病例发生在1970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后非洲平均每年发现几千病例，但在非洲以外地区很少发现。2022年猴痘疫情标志着非洲以外地区首次发生广泛的社区传播，该疫情约2022年5月在英国开始传播，随后在欧洲和澳大利亚都出现了确诊病例。大家不禁会纳闷，为什么这几年各种病毒层出不穷，人们也深受其害？这背后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几十年前的世界大战，生物武器在一战中正式亮相。由于以往主要使用致病性细菌作为战剂，早期它的名字便被称为细菌武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战剂早已超出了细菌的范畴，但大量研制生物武器是在30年代确立了免疫学和微生物学之后。1936年，侵华日军在我国哈尔滨组建细菌研究部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并于1939到1942年先后在我国多处投掷细菌弹，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而在朝鲜战争时期，我国政府指责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中朝两国居民。后来经李约瑟率领的国际科学调查团得到证实，但美国对此拒不承认。李约瑟回到英国后也受到各界围剿，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牺牲品。生物武器的罪恶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极端愤慨，但是少数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生物战的准备，只不过是更加隐蔽罢了。由于生物武器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容易制造和走私，因此它对整个人类的威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冷战后更大了。大家都知道呢，美国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不计其数的生物实验室，美其名曰用于科学研究，暗地里却在一边培养升级病原体，一边抓紧生产疫苗，就像一手美军称霸全球，一手美元收割世界一样。而天花病毒被消灭近40年后，美国医药公司竟然在2019年立项天花特效药，也是蛮具前瞻性的。就在2021年3月，美国一家非政府机构组织与慕尼黑安全会议合作，做了一场关于生物安全危机预防演练的演讲，还制作了一份长达30几页的 PDF 文件。在这个虚拟的演练场景中，未来会出现一场致命的猴痘病毒全球大流行，并会在18个月内扩散到全球。疫情最终会在全球造成超过30亿例病例和2.7亿人死亡。大家看过美国好莱坞的惊悚灾难片都知道，通常某种灾难或疫情的源头都来自研究机构，然后病毒或生物不小心扩散，随即引发人类灾难，接着依靠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看来这些电影的编剧也不是凭空想象，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蛮有道理的。之前有多种证据佐证新冠病毒正是由美国创造出来的。联想到新冠之初，美国对华是严控封堵，狂推辉瑞疫苗，等到中国疫情受控，疫苗上市，便改口大号流感，直至放任。现在目标转换成猴痘，操控手法一如从前，先恐吓后卖药，等你买的买了，研发的也上市了，再换目标重新收割财富。大家都知道呢，创造需求是资本调控购买力的重要手段，没有需求也要强造需求。以前美国靠战争大肆攫取全球财富，后来发现通过战争发财成本太高，还容易陷入泥潭。现在明白了，靠疫苗赚钱不仅快，投资回报率还高。当资本家尝到了卖药的甜头，你想让他们放下屠刀，这个可能吗？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各种病毒还会层出不穷，人们不得不面对如今光怪陆离的世界。当下的日子呢，并不好过，百姓不仅要面对疫情，还要抗击饥饿。
也许这几年是个阵痛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趋利避害，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和钱袋子。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对本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大家如果喜欢这类视频的话，麻烦给个3连或者关注一下，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再见。